我是瓜皮儿。逐星女第1季前情提要。星女击败脑波之后，不义会社成员纷纷赶回蓝古镇，可有些反派早就渴望洗白，巫师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希望和妻儿过上普通生活，而这意味着背叛。冰柱对星女展开一系列攻击，而后更是害死了巫师的儿子。上门寻仇的巫师也惨遭杀害，一个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，只剩丹尼斯一人。经历这次战败后，康德尼打算重组正义协会，背着帕特偷走了所有装备，去寻那些有缘之人。望着满床的遗产，康德尼不知从何下手，他一时半会儿还搞不懂如何使用，随手把霹雳精灵扔进了笔筒，心想还是从同龄人中下手吧。麦克向老爹申请晚上带伙计来吃饭，父母希望康德尼也交了朋友来家玩，可吃饭都是做龟做的人，哪有闺蜜？女儿上课前，帕特还警告他别轻举妄动，万事等自己查明真相再议。蓝谷学院，尤兰达不小心撞上了亨利，就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，被辛迪大做文章，说尤兰达下流的这个那个。女孩没敢言语，康特尼再次站出来怒斥辛迪，根本没把对方的狠话放在心里。可尤兰达还是不领情，这已经是第3次被说多管闲事了。放学后，康特尼在拳击馆找到了尤兰达，别看他在同学面前唯唯诺诺，沙袋面前可是重拳出击。康特尼感觉他应该可以成为自己的第一个朋友，说不定还能加入新正义协会。康特尼希望他晚上能来家里做客，到时候会解释所有事儿。听完如果还是不感兴趣，以后便不再管闲事儿。结果女孩根本没有手机，只是把地址写在纸上。尤兰达回了家，家人对他都爱答不理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老妈说去同学家，结果被臭骂一顿，禁足家中。自然晚上没有准时赴约，反而勾起了康特尼的好奇心。翻了翻学院资料，查出了真相。3个月前，康特尼一家还没有搬来蓝谷镇，那个时候的尤兰达可以说是学校里最靓的仔，跟亨利的爱情更是让所有女生嫉妒，家里的关系更是模范，所有人胸前的勋章就足以证明有多自豪。偏偏就有人揣着气人有的心态。绿茶辛迪同样喜欢亨利，这嫉妒心隐隐作祟。晚上，尤兰达写着作业收到了短信，男朋友亨利表示来张无码照片冲一下。尤兰达笑着回了句死鬼，随后便开始脱衣拍照，反正对方是男朋友，女孩也没有在意。隔天一早，辛迪抢走了亨利的手机，亨利差点一拳让他失去抵抗力。在校园活动上，身为代表的尤兰达在台上演讲，就这时绿茶辛迪脚手一滑，不知运作了啥，尤兰达的私密照片疯狂转发，全校师生都收到了私信，女神尤兰达的形象瞬间跌落神坛，而尤兰达却以为是亨利干的。自从那天起，尤兰达就成了康特尼所认识的样子，家里人也看不起，同学们也瞧不上。了解了真相后，康特尼再次找到尤兰达，听说你恨亨利，我上个月把他的车炸了，想不想听听具体过程？这几个月来，尤兰达难以开怀，有一个人理解自己之后，也不再那么压抑。姐妹俩打算晚上一起聊聊那些事儿。另外一边，帕特跑到了报废汽车市场，淘了点废品给机甲升级。等他开车回了店里之后，碰上了丹尼斯。这扎里一家的事儿，小镇子早就传开了，对外声称儿子是死于车祸，丈夫是因为急火攻心引发的心脏病。都是朋友，帕特也只能尽点微薄之力帮他走出难关。丹尼斯对生活已经没了期望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蓝谷，带着跟爷俩有关的东西跟家里的猫来到了帕特店里告别。女人警告帕特千万不要相信小镇上的人，对于丈夫儿子的冤死她不敢多说。然而丹尼斯越是语无伦次，帕特越是感觉其中猫腻儿，也不好多问，只能祝他一路顺风。与此同时，镇政厅内，龙王赶回了基地，他对博弈会社相当忠诚，就是喜欢玩点常人难以理解的实验。他们准备加快建国计划，这事儿少不了龙王的帮助。不过作为交易，龙王想要得到巫师的尸体，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即便是恶棍冰柱听了这个要求，都是一脸懵啊。巧的是，龙王家有一女，正是辛迪。康特尼这边把之前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尤兰达感觉属实解气。可毕竟不是人人都知道正义协会的存在，康特尼想口嗨吹个牛，才发现人家根本听不懂啊。看尤兰达这性子，更像是驯服不了的野猫，所以康特尼给了他野猫的装备。这衣服不但不合身，还有一股猛男的味道，头盔的味儿更是上头。深吸一口气，尤兰达戴了上去，战衣瞬间有了瓦坎达那味儿。按照尤兰达的身材量身改造，随后康特尼百度了解了一下野猫的功能。战衣自带削铁如泥的利爪，一爪子下去，面包机当时就报废，自然也能像猫一样灵活。鞋子会自动稳定平衡，猫咪永恒脚落地的功能也包含了。网上还说跳楼死不了，但是这个配置尤兰达不太敢试，这要是下去不得把腿给蹲了。
这种没信心的感觉就像是尤兰达的生活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别人怎么能看得起呢？随后两姐妹开始计划调查博弈会社。本路碰巧看到了亨利，估计是去医院看望脑波的。尤兰达灵机一动，如果脑波住院的话，博弈会社成员肯定也会去瞅一眼，只要拿到探视名单就知道谁有嫌疑。两女孩分头行动，康德尼去吸引注意力，尤兰达则是顺着墙爬到了7楼。这一幕配上另一个画面，简直毫无违和感。爬到一半还撞见了同学贝斯，总之是有惊无险的上了7楼。对了一下讯号，康德尼就想掐断电源摸黑前行，这他妈不得害死那些靠仪器维持生命的患者。尤兰达突然有点后悔信了康德尼，此刻心脏开始擅自行事，把储物间弄得是一片狼藉。值班护士被声响所吸引，前去查看时刚好给了尤兰达时间拿走探访记录。完事后随手进了一间病房，缘分让他们相遇在这间病房。尤兰达准备给大渣男亨利来个老鹰抓小鸡儿，结果亨利一哭，他没下去手。平时欺软怕硬的校园恶霸有弱小的时候，尤兰达心软了，随后一个鹞子翻身上了房顶。等亨利离开后才现身，康德尼正准备带妹开溜，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来。两女藏好后，只见校长伯温走进病房，掏着小提琴为沉睡的亨利演奏了一曲催眠曲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校长竟是博弈会社成员提琴手。至于此曲是为唤醒还是为沉睡就不得而知了，但在康德尼眼里，校长可能只是过来看看，全然不知他背后的身份。两人离开时，楼下的贝斯看的是肩不容顺，只听对方叫了一声尤兰达。回家仔细翻阅了探访名单，上面除了亨利没有别人，就连刚刚来过的校长伯温都没有记录在内。名单这个方向一下就断了，尤兰达也萌生了退意。他很感谢康德尼带他走出低谷，但他的生活早就在照片传开的时候就被毁灭了，连尤兰达这个身份都顾不好，又怎么能担任野猫呢？所以他想先去找回自己。回到自己家，尤兰达不再懦弱，主动对全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。当初因为自己让全家蒙羞，现在他希望家人能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得到了教训，受到了惩罚，尤兰达受够了人情言威，结果父母纷纷摇头，丝毫不给尤兰达改变的机会，全然把女儿当成了仇人。回到卧室后，窗户已经被打开，那里正放着野猫的战衣，还有一张康德尼的字条。女孩当下决定加入新正义协会，用另一个身份寻求改变。隔天一早，帕特淘宝说起目的是浮皮潦草，老板说他要造坦克，吓得帕特忐忑。闲逛之余看到一只小猫，回想一下，这不是丹尼斯家的吗？目光顺着猫咪的方向一看，一辆熟悉的汽车已经报废，显然丹尼斯路上遇难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